帮大家试过了，千万不要来。今天我们来到福冈旅游非常热门的景点门司港，然后还有现在可以看到后面的下关。这两个地方呢是九州跟本州的交界。那九州这边就是门司港，对面就是下关。现在有一座桥，就是关门大桥，关就是下关，门就是门司港。很多人都跟我说，他们来下关，除了在塘户市场吃寿司，在门司港跟香蕉人拍照、看看古迹建筑之外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其实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历史，那门司港和下关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是九州和本州的交界，又是距离韩国和中国最近的地方，所以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的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介绍我眼中的门司港和下关吧。整天的行程呢，我们就附在这边。大家可以自己参考。那我们先第一个来到的地方就是门司城基，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城堡，在德川家康的幕府时代就已经废弃了，现在就只剩一个碑。我们这样一路上走来，这边都非常的荒凉。我们现在走上来，我们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这个风景其实首先它还好之外，要走10分钟，而且一路都是爬坡，超累。这边是属于梅卡利公园的一个展望台，是第一展望台，再走上来一点。等一下前面还有一个第二展望台，是车子可以停在路边，就直接可以看到风景，不需要走那么多路。我自己今天也是第一次来这个门司港城基，那帮大家试过了，千万不要来。我觉得可以上来啊，这里的蚊子要人一样。超荒凉，好像可以气死，好像在路边就会发现一具尸体。日本平安时代末期，外戚干政，以平清盛为中心的平家掌握了政权。直到1180年，元赖朝在关东起兵，联合各地武士对抗平家政权，元平合战展开。战火延烧6年，平家节节败退，一路从京都往九州方向撤退。双方最后一场战役就是位于关门海峡的潭之浦之战。这场战役初期由平家占据优势，但后来元家的传奇武士源义经下令集中射杀敌人战船的舵手，运用巧妙的战法扭转战局。平家大将眼见大势已去，陆续投海身亡，由平家控制的安德天皇也一起葬身海底。战后，源氏在镰仓建立幕府，开启了武士统治的时代。潭之浦之战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。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是有故事的。卡利吗？对，卡利就是割，然后咩就是瓦卡咩，瓦卡咩就是割海草的地方。他就说神职人员会去割海草。嘛，去 GPT 上面写，完全没有要负责的意思。对。然后这个是这边神社卖玉珠印的地方，但是它有提供一个特别的服务，就是海葬。哇，你可以跟安德天皇当邻居。其实，在这个关门海峡，除了车子走的那条桥之外，还有地下的一个海底隧道，分车子跟行人的，它是分开的。然后行人的入口就在这边，这个后面。然后走到对面那米黄色的建筑物出来。元平潭之浦合战，它的全名叫这样，所以这里才是真的打仗的地方。这边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故事就是马关条约哦。下关以前就叫马关。在神社的对面有2个参拜者专用的免费停车场，所以来赤间神宫和春帆楼完全不需要担心停车的问题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赤间神宫。那你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赤间神宫是盖得很像龙宫，跟其他神社其实区别很大。这边供奉的是安德天皇，元平合战嘛。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战争。当时的安德天皇只有8岁，他的外祖母也就是平清盛的老婆平石子，为了不被敌人俘虏，抱着天皇跳海自尽。同时，自古天皇持有的3件神器八指镜、草剃剑、八尺琼勾玉也一起沉入关门海峡。为了让年幼的天皇不要害怕，他告诉天皇，海底是美丽的龙宫。也因为这个故事，后来人们就把纪念安德天皇的赤间神宫盖得像龙宫一样。
赤间神宫不只是平家与安德天皇的终点，也是日本从古代到近代海上战争记忆重叠的地方。它上面写啊，日陆战役，日就是日本，陆就是俄罗斯。它为什么会在这边放2颗炮弹在这里嘞？首先，日本那时候在出兵要打中国的时候，一定从这边出发嘛，这边离中国比较近。他们打韩国、打中国，日俄战争是他们明治维新之后打的第一场战争，然后他们跟俄罗斯在中国东北打的战争。战争的结果是日本赢了。这场战争好像是全世界第一场用机关枪打仗的，所以大家不知道哦，原来会死那么多人，然后就是傻傻的往前冲。因为以前就是那个拿步枪的时候，死亡人数还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有纪念碑在这边。然后这2个炮弹是真实的炮弹。这个塔就是说，在这边不管是战争还是2战的时候建工厂，就在这个海域死了很多人嘛，所以就在这边盖3个塔来供奉这些亡魂。我觉得现在超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是平家一门之墓，平家的墓碑就在里面。但是这边有一个分开的故事，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，这个叫做五耳方一，这个是一个很大家熟知的日本民间故事。五耳方一他是这边的和尚，他原本就是一个瞎子，看不到。那他原本有耳朵，然后他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日本第一的琵琶手。那很多有钱人就会请他去家里面演奏，这样，然后他因此赚了不少钱。有一天，照惯例就有人来约他去表演，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人去。那个人约他晚上去主人家表演，然后他就去了。然后一连7天，他都去了那个地方表演。住持他就发现，奇怪，怎么这个礼拜方一都自己一个人出去？然后他就叫小和尚跟着。然后那个小和尚就晚上就跟着他跑，走到一个墓地，就是在这个平家的这个墓地。然后他发现他旁边都是鬼火，原来是安德天皇叫这个平家的鬼魂去邀请他弹奏琵琶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方一回到家，住持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去啊，是鬼魂邀你去那个坟墓弹琵琶。”他就说：“我在你身上抄那个经文，那这个鬼魂来的时候，他就看不到你在哪里。”好，他们就在他身上抄经文。然后下次鬼魂来的时候，就真的看不到他，但是他们忘了抄他的耳朵，所以那鬼魂就只看得到他的耳朵，他就把他耳朵带走，所以他的耳朵也没有了。所以你现在看他的像是没有耳朵的。走出赤间神宫不需要下楼梯，直接往右边走就会发现一条通往春帆楼的小径。春帆楼是对台湾近代史至关重要的地方。因为马关条约就是在这里签约的。不过，其实春帆楼本身是一家现在仍在营业的高级日式料亭，更是日本第一家获得官方许可可以合法料理河豚的餐厅，至今已有100年以上的历史。因为春帆楼是营业场所，游客无法随意参观，因此他们在外面盖了一座小型纪念馆，并且还原了历史中签约的场景。虽然不是真迹，但看到展示柜里的合约上写着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的字样，还是令人感到相当震撼。这边这条路就叫李鸿章道，这边可以看到很多李鸿章道的牌子。李鸿章第一次来签马关条约的时候，他有被枪击。其实他被枪击之后，那个欧美有谴责日本，日本就因为这样，他们其实条件有让步一点，他们也不想要李鸿章死掉。如果他死掉，他们可能要让步更多。李鸿章就真的3天还是5天就已经治疗完毕，就可以继续签约，但是他们不敢让他走大门了。他住在旁边的隐街寺。然后他在个宿舍的地方跟这个签约的场地之间盖了一条小路，就李鸿章到后面他只能走小路来签约，所以就让大家觉得更卑微这样子。我是 Peter， 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致力于教大家如何在九州自驾旅游。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，follow 我们更多内容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下关的塘户市场，好，现在时间是2点，我们这抵达的时间是非常有学问的。首先，我们选择今天礼拜1，但是今天是日本的国定假日，这边的马关街，他们只有5、6日，还有假日的时候会有那个在市场中间，然后摊贩推那个寿司，一罐一罐的寿司，你可以像台湾夜市那样一个一个挑。然后夹完1盒去结账，其他的日子是没有的，要小心。开始营业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3点，
那为什么我们选择在下午2点来呢？就是因为它已经快要结束了。那它是卖生鱼片的，它会在最后的时候想要把它卖完，所以通常2点或者是2点半以后会有半价的特价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饿，然后你行程上面也没有太赶的话，建议在2点以后再过来，然后买半价的寿司，超级划算。那我们进去看看现在有没有特价吧，走。有时候注意那个礼拜五，其实它很多店会没开，因为礼拜五其实不是假日，今天全部都开，只是现在比较晚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看有没有特价。先看重点，这个就是河豚生鱼片，超贵。它其实基本价应该是1盘1000，所以这些都比较贵的。我自己对河豚生鱼片其实还好，因为它只是很有嚼劲，可是它其实没什么味道。它的味道蛮靠那个酱汁的味道，我觉得尝试点一点尝鲜就好，不用点太贵，不用点太多。对，这是我的建议。所以有越便宜的就买越便宜的。已经有一点特价的感觉了，但它还没有写到半价，我们要看到半价才罢休。100元不是我的目标，半价才是。有了，成功了，我们赢了，抗战胜利了。耶，半价这样子1800，而且我加了中トロ2罐跟欧多多2罐。它这边有2个可以吃的地方，大部分的人首先会去海边，可以坐在路边，一堆人坐在那边，所以也不会觉得奇怪。可是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热，就晒太阳。那第二个地方就是这边2楼，我们现在上这个楼梯，这边是一个室内的吃饭的，它进去要钱，就是你坐在这边吃饭一个要300块，使用费而已。体检费的概念。对，一个要300块，这边要买那个票。我没有来过里面，它上面写说它只开到2点半，那我们就去外面吧，我们去免费的。我们现在在2楼，现在很少人啦，中午的时候超级多人，就网络上面那些人潮汹涌的照片都是从这边拍的，所以记得一定要来2楼看一下。耶，我们来到停车场的屋顶，这边我第一次来，但是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里？是我上次来停车经过这里，发现屋顶有一片草皮，然后可以看海，超爽。刚好我们现在刚刚还很热，但现在突然变阴天，所以我们就来这个地方。先从最好吃的开始吃。我们现在有2个小测验，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这样多少钱？大家猜一下。这样子850。第二个小测验，请问一下这个鱼是什么？它是金鱼，吃一下金鱼。超硬。真的假的？超硬。没有，它本来就比较有嚼劲。可能是它放的比较久一点了。好像嚼什么皮革哦。不会是我特别想去吃的东西。市场外的这座雕像展示出传统的河豚交易方式——手镜。买方用手势出价时会用布盖着，不让其他人看见，再由中间人统一撮合成交，快速且保密，是当地传统的河豚买卖方式。当然，现在已经不会这么做了。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有关这边塘屋市场的有趣的小知识。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，就是在这边吃河豚，吃完之后要这边待30分钟，因为如果你中毒的时候，有人可以立刻帮你处理。有人可以帮你叫救护车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日本处理河豚是需要执照的，所以那个在市场买到的河豚都是非常安全，大家可以安心食用。这边真的是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，非常的悠闲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来这边一边看历史建筑物，然后一边看自然的大海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边蛮棒的。我们等一下吃完饭就要往门司港出发，我们要再回到门司港。从下关回到门司港，除了关门大桥之外，还可以选择走比较便宜的海底隧道。这条海底隧道无法使用 ETC， 需要付现金，所以假日在料金所前，蛮常会有塞车的情况，大家要小心。关门海峡博物馆主要展出关门海峡的历史与文化，馆内设有仿照门司港明治、昭和时期的街道场景，非常逼真，游客可以免费参观。门司港曾经是日本香蕉输入量最大的港口之一，
当时从日治时期的台湾或东南亚进口大量的香蕉，都是先进到这里，再分送到日本各地。这也是为什么门司港到处都充满着香蕉的元素。海峡博物馆的4楼有景观咖啡厅，不仅海景视野辽阔，复古装潢别有一番风味，还有意想不到的有趣设施。这里可以来查经过的船是什么，现在是即时 live 的哦，而且还有繁体中文可以选。有一台 SITC 香港的船。货船总吨位9734公斤，刚好玩呢。再来一台，再来一台，有没有从那边来的？好开心，好快乐哦！快乐真简单，好棒哦！现在5点，关门，博物馆关门了。门司港怀旧街道一直是它最大的卖点，但很多台湾人来这边有点感受不到太大的冲击。究其原因，我想是因为门司港的标志性建筑是大正时代的建筑，基本上与台湾的总统府、旧台中车站、台南的林百货等都属于同样时期的建筑风格，可能台湾人已经看习惯了吧。对我来说，门司港更吸引我的是它的地理与历史意义。除了刚刚提到的海运枢纽之外，门司港也是九州铁路的起点，写着邻里的石碑，诉说着门司港车站的重要性。另外，矗立在车站外的旧三井俱乐部，在1922年曾经接待过爱因斯坦。我认为这段历史有趣且讽刺的地方在于，爱因斯坦是个相当反对发展原子弹的人，但在20多年后，这座城市却差点成为美国用原子弹轰炸的目标。行程的最后，我们来到米仓山看夜景。米仓山是新日本3大夜景之一。自从2015年开始，日本每年都会举办全国夜景鉴赏式的投票。长崎稻佐山、札幌岩枣山、北九州米仓山就长期占据前3名。我们来了米仓山山顶，看一下后面，哇，好漂亮的夜景啊！哇，看得好远，你看满地的星光。哇塞，全部都在想象里面，都在梦里。现在是大概6点半左右，就天还没完全暗。我们看等一下天暗的时候，天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散开？现在是9月中，所以太阳下山的时间大概是6点半到7点这之间。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傍晚过来，就是可以看它天亮的时候的风景，也可以看天黑之后的夜景。这边平常上来都会比下面还低个5度左右。冬天这边山顶会积雪，可以来这边赏雪。米仓山上面不止那个观景台，其实我们有步道可以走。就在我们以为今天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没想到老天赏脸，天色暗下后，云层突然散去，我们终于看到超级美丽的夜景了。今天的北九州日游行程，我们一路从平安时代的潭之浦之战，明日维新后的马关条约，一路看到门司港在2战前后的繁荣。让我这个历史迷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满足，更别说因为影片长度的关系，我们还没有提到坂本龙马的明治维新之路，以及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对决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也都发生在关门海峡这片海域。对历史没有那么有兴趣的朋友，这里也有美丽的海景、复古的街景以及日本前3的夜景可以观赏。可以说下关门司港绝对是来福冈旅游不可或缺的行程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还有想看什么内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